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 XOX 说电讯。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 XOX 说电讯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XOX 说电讯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主要是向天地通、Cellcom 租借网络，以为用户提供通讯服务，是一家虚拟流动网络的运营商。XOX 说电讯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2005年，第一家成立的公司名为 XOXcom， 由现任的非执行主席 Dato Seri Abdul Azim 和现任首席执行官黄国信共同创立。在首间公司成立之后， XOX 一共用了3年的时间来筹备以及申请许可证，还有寻找电讯公司租借网络，到了2009年才正式开始营运。基于 XOX 集团是向 Cellcom 租借网络，所以从提供服务的第一天起，网络就跟 Cellcom 一样广泛。而集团开业后的首个目标，就瞄准了其他电讯公司缺乏关注的华社市场。XOX 集团在2010年5月成立了 XOX Berhad， 作为 XOX 集团的上市工具。而为了吸引华社的关注， XOX 集团以谐音帮 XOX Berhad 取了个中文名 XOX 说电讯。2011年6月，XOX 说电讯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上市，成为第一家运营虚拟流动网络的上市公司，代码为0165 XOX。2012年，XOX 说电讯推出新手机应用程序 Woobi， 是一种有别于 WhatsApp 或 Line 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用户通过 Woobi 号码在海外通电，节省国际漫游服务收费，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将 Woobi 推广至东南亚以及欧美市场。只不过 Woobi 在2019年6月暂时停止服务，取而代之的就是新产品 One XOX Prepaid。2019年2月 ，XOX 说电讯推出了虚拟的电话卡、eSIM 服务和其上网配套，并在1年后发行附加股送凭单，以筹资来发展 eSIM 业务。2020年4月，XOX 说电讯与 DGB 亚洲签署了一项开发人工智能自动贩卖机的谅解备忘录，计划合作在全国部署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自动贩卖机，来销售小瓶装消毒剂、口罩、糖果、饮料和其他日常消费品。2020年7月，XOX 说电讯与 VTech 科技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 XOX 说电讯提供电子钱包平台， VTech 科技提供资讯科技服务和10亿令吉的融资便利，共同合作向公司的客户及公众提供微型贷款便利服务。2020年8月，XOX 说电讯与 Alipay Lab 签署了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以在亚太地区提供区块链的解决方案，而 Alipay Labs 就是蚂蚁集团的关联公司。顺带一提，蚂蚁集团会在近期于香港交易所和上海科创板同步上市，目标估值为9450亿令吉，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IPO 交易。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进入赞助商的小影片。辉利证券是新加坡最大证券商之一，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现已有45年金融历史。免费交易平台是 Poyums， 可以切换成中文版本。辉利证券可以交易多种金融产品，例如股票、ETF、CFD、债券、Warrant、Unit Trust 等等。同时，一个账户就可以交易全球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 ETF。包括美股、港股、新加坡股、中国 A 股、越南股票以及马来西亚股票等。辉利证券股票账户是多货币账户，接受马币、新币、美元等10种货币，不用为了转换货币而烦恼。XOX 说电讯的核心业务是为用户提供通讯服务配套，包括预付费配套、后付费配套和 eSIM 服务等等。XOX 说电讯的预付费配套称为 One XOX Prepaid， 可提供超快速的4G LTE 网络，同时节省大量的资金。One XOX Prepaid 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全马最长的28个月的活跃期，没错，是28个月，并且无需每个月付费，特别适合年长的前辈和只需养电话号码的用户。另外，使用 One XOX Prepaid 的用户会拥有2个账户，专用账户和主账户。
分别就是专用账户是使用优惠价格，主账户则是使用普通价格，所以只要充值的越多，就可以使用更多的优惠价。至于配套， OneXOS Prepaid 提供了每月配套、每周配套、每日配套以及添加配套来任用户选择。OneXOS Prepaid 也推出了其他大多数电讯公司缺乏的服务，那就是 Season Pass。Season Pass 是一种用来存放通讯用量的虚拟票据，可以让用户需要用到时才慢慢拿出来用，也可以分享给任何使用 XOX 号码的亲朋戚友。而 Season Pass 的有效期则是跟随电话卡的有效期。XOX 说电讯的后付费配套是月费制配套，以 OneXOX Black 来命名，是全马首个同时拥有 Prepaid 和 Postpaid 优点的电话配套。OneXOX Black 没有合约制度，可以先用后付，还可以把用不完的流量、通话时间和短信累积起来下一次用，也能转换给任何 XOX 号码。OneXOX Black 目前有4种配套，从最低的10令吉到最高的89令吉，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亲民。eSIM 是 Embedded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的简称，是一种嵌入在手机设备中的虚拟电话卡，也就是说不用实体电话卡也可以具备使用通讯服务的功能。eSIM 服务是 XOX 说电讯在近期致力发展的新业务，目前所支援的手机包括 iPhone、iPad、Google Pixel、Samsung Galaxy 和华为。好，先暂时打住，来看赞助商为各位带来的重要资讯。除了之前所提到的金融产品，辉利证券也为客户提供香港新股暗盘交易。暗盘交易是场外交易，它不是通过交易所的系统，而是在某些大型券商如辉利证券的内部系统提前进行报价撮合的交易。辉利证券的暗盘交易时间一般为新股上市前一个交易日的下午4点15分至下午6点半，半日式的交易时间为下午2点15分至下午4点半。例如，农夫山泉股票9月8日上市，只要在9月7日的4点15分至下午6点半之间登录辉利证券的 Boyums 电脑版，就可以交易。港股暗盘和正常交易港股是一样操作的，也是可以当天买卖。辉利证券是新加坡首家提供港股 IPO 暗盘交易的券商，在香港新股上市的前一天，抢先购入香港新股，这样你就可以比其他人提早1天交易到香港新股了。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XOX 说电讯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XOX 说电讯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7409万令吉下跌了21%至5854万令吉，净盈利则由盈转亏，从去年的68万令吉暴跌了1768%至净亏损1132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归咎于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实行的行动管制令，还有在管制令期间向用户免费提供1GB 数据，以及在去年同期的营业额包括了770万令吉的消费税退税等。至于净盈利变成净亏损，主要还是因为营业额下滑所致。另外，比起营业额的下滑幅度，营运费用反而没下滑多少，这无疑使到盈利方面加剧恶化，也导致这季度录得了庞大的净亏损。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13.7%至2亿068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变化最大的就是现金和短期存款，比9个月前增加了282% 以上。看来公司对流动现金的管理做得不错。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应收账款，比起9个月前减少了33% 左右。深入了解会发现，应收账款减少是因为公司扣除了减值拨备，简单来说就是对公司不太可能收回的债务做提前估计准备。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9%至942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负债增加的原因就是公司的租赁负债增加了，主要就是与汽车、电信网络和使用权资产的购置有关。仔细留意后可以发现，公司似乎没有任何银行贷款，那么就代表着 XOX 说电讯是一间净现金的公司。至于现金流表，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
2019财政年的现金流数据并没有被记录，这是因为管理层把公司的财政年从每年6月底结束改为9月底结束，所以这一季度的现金流表无法与去年同季度做比较。不过没关系，这次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现金流表中的几个重点。首先来说说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可以看到公司是用税前亏损来开始计算整个现金流，而税前亏损是包括折旧和摊销之类的非现金项目，所以就会在接下来看到 adjustment 这个项目，目的是为了调整折旧和摊销这类非现金项目，以便可以反映出公司的实际现金流状况。过后就是计算营运资金，也就是公司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之后再除去公司的利息和税务支付，就得到经营活动的现金净额。如果是正数，就说明公司的核心业务拥有盈利的能力，负数则是反之。接下来就是 investing activities， 这里所记录的通常都是公司的收购或投资项目，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是负数的，因为收购或投资代表着现金的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大部分的现金都用于收购无形资产，这对于一间经营着虚拟流动网络业务的公司是属于正常的事情。最后就是 financing activities 了，这里主要是记录公司的融资活动相关项目，例如债务、股权和股息的交易等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在发行和转换附加股方面获得了收益，现金流也处于正数状态。但是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却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发行附加股就意味着股票的数量增加了，所以股价也会被稀释。又到了我们的赞助商的时间。你们知道如何在辉利证券的波音平台申请股票账户吗？方法很简单，可以打开波音网页，在右上角点击开设账户，或在线直接扫码开户。马来西亚人可以选择 IC 直接开户，然后点击 Fill Up Form 填写相关资料，最后在交易代码上填写 G88， 就会有专门中文团队为您客服。开户是完全免费的，也没有最低押金。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关注辉利证券官方微信公众号辉利资本新加坡。总结来说， XOXO 电讯是市场上少有的虚拟流动网络运营商，除了推出优惠的网络通讯配套，也不断的开拓新商机来加强公司的竞争力，例如电子钱包、人工智能自动贩卖机、区块链解决方案等。只不过这些新商机都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并不能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盈利。再加上这行业有 Telekom Malaysia、Celcom、Maxis 和 Digi 这4大天王，竞争能力可是非常激烈的。另外，从2011年上市以来 ，XOXO 电讯的业绩表现并不稳定，而且也亏多赚少，股价也是常处于历史新低点。不过近期是有稍微的反弹。那么究竟股价的暴涨是因为未来的价值提前呈现了，还是单纯只是被人炒上来而已？答案就因人而异了。所以想要投资的各位，最好先深思熟虑才做决定，毕竟谁也不知道这次的升幅是否会是第3次的高峰。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